全世界外交官的专业媒体，外交简报。台湾为2027年与中国的可能冲突做准备。英国独立报，台湾对2027年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表示担忧。此前，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下令该国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吞并台湾。台湾外交部长约瑟夫·Joseph Wu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岛国正在认真对待中国的军事威胁，并表示2027年是认真对待的一年。吴先生还强调了台湾对英国和世界的影响，并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了比较，敦促这次采取行动，以防止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升级。乌克兰抨击中国特使对前苏联国家的荒谬言论。半岛电视台，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质疑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后，引起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批评。卢说，克里米亚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是由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提供给乌克兰的。他认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没有一个在国际法中具有实际地位，因为没有足够的国际协定来实现这种主权地位。乌克兰、法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官员现在对这一声明表示失望。南非特使敦促乌克兰和谈，称加拿大对战争的立场令人震惊。加拿大 CBC， 南非驻加拿大特使里亚兹·沙伊克 Riyaz Sheikh 敦促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利用联合国安理会促成一项决议来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南非是32个对谴责入侵的联合国决议投弃权票的国家之一。谢克说，北约的扩张需要得到解决。他补充说，乌克兰的西方盟友拒绝与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直到所有被占土地恢复，这不会导致富有成效的谈判。如果你把谈判结果作为谈判的要求，那么你就不会有谈判。苏丹滑向内战和国家崩溃。华盛顿邮报，苏丹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两位将军之间的权力冲突使该国变成了一个虚拟的战场，至少有400人死亡，数千人受重伤，圣战组织正在利用混乱，该国现任领导人可能无法控制这些团体，使该国在日益激烈的代理人斗争中被剥削。俄罗斯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与苏丹将军关系密切，并与利比亚军阀哈利法·西夫特关系密切，主动向西夫特提供军事支援，以说明阻止极端主义派别接管利比亚。结果可能意味着对俄罗斯力量的制衡不那么有利，其敌人北约被认为受到阻碍，无法干预。在这样一个联盟中，非洲领导人至关重要，要么推动改革、民主和稳定，要么让位于并鼓励更专制甚至圣战的压力。中国在帮助结束苏丹危机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吗？南华早报，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可能有潜力调解苏丹的冲突，但任何妥协都还很遥远。4月份，苏丹敌对军事派别之间的战斗迄今已造成350人死亡。去年，由于中国与两国的关系，中国帮助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达成了外交协定。中国与苏丹关系良好，包括其军事联系，但分析人士对北京担任调解人持怀疑态度，称双方必须表现出达成妥协的意愿。这场内部冲突反映在苏丹的自然资源上，使政治解决变得复杂。中国考虑苏丹公民撤离计划。南华早报，中国正在考虑从苏丹撤离其公民，因为该国首都喀土穆的紧张局势加剧。自4月15日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之间开始战斗以来，已有400多人被打死，其中主要是平民。尽管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 Abdel Fattah al-Burhan 将军表示，他将说明疏散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外国的公民和外交官，但无国界记者组织现在表示，他正在与美国协调与撤离有关的活动。喀土穆的局势仍然非常不稳定。美国从苏丹撤出外交官。纽约时报，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从苏丹撤离了公民和外交人员，因为该国的暴力事件达到了8天的高峰。周末，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被一队海豹突击队撤离，90人被运送到吉布地的安全地带。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撤走了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被派去谈判和平解决该国政治混乱的办法。观察人士表示担心，如果没有外国外交官的影响，军方的领导可能会变得更加残暴。在苏丹军方领导人向要求文职政府的抗议者开枪时开始的战斗中，至少有400人死亡，另有3500人受伤。向该国大部分地区提供的食品和现金已经减少，医院关闭。上周末，全国最大的面粉厂在冲突中被摧毁。
一些国家表示担心，非洲第三大国家苏丹的冲突可能会对中东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特别是埃及等邻国。这些国家在被问及时表示有兴趣进行干预。一些分析家提出了冲突在该地区引发新一轮恐怖主义的风险。中国对韩国总统台湾言论提出投诉。半岛电视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见了韩国驻北京大使，抱怨韩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孙说，尹锡悦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发表的评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尹说，台湾的紧张局势是由于试图通过武力改变其地位，而争端是全球性的。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像朝鲜问题一样，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尹告诉路透社，中国拒绝将北韩和台湾进行比较。在一个中国政策下，中国坚持台湾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拒绝了这一立场。台湾要求与其有联系的国家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中关系将进一步动荡，前中国特使警告。南华早报，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预测，近期中美之间可能会发生令人震惊和危险的事件。崔天凯表示，中美关系将出现很多动荡，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不太可能改变。中美紧张局势似乎在贸易、高科技竞争和台湾海峡等问题上恶化。外国影响登记法究竟会揭示谁的利益？多伦多星报，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 （M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查理斯·伯顿 （Charles Burton） 和卡维·沙鲁兹 （Calvé Charles） 表示，必须禁止加拿大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接受与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有关的礼物或付款，包括在卸任后。他们在多伦多星报 Toronto Star 上撰文称，这些措施与适当的立法框架相结合，将有助于防范外国操纵加拿大民主进程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此前，去年有报道称，中国试图干涉加拿大选举。一个严重分裂的以色列一瘸一拐地走向其75岁生日。美联社，以色列政府和社会的分裂正在成为头条新闻，因为该国庆祝其成立75周年。3个多月来，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强加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原则，威胁要破坏与该国身份密不可分的自由传统。纳塔尼亚胡目前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因腐败指控而被起诉，并在该国社会的破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色列，一个地区经济和军事强国，现在正面临其最严重的生存威胁，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分裂。战斗机飞行员威胁要拒绝执勤，阵亡士兵的家属要求政客抵制预计会发生冲突的仪式。在以色列庆祝独立日之际，许多人想知道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抱负的人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能否得到治愈。帮助反对种族隔离的外交官布鲁斯·海格去世，享年77岁。纽约时报，前澳大利亚外交官布鲁斯·海格 （Bruce Hay） 在南非任职期间秘密支援反种族隔离人物，享年77岁。海格说明一些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逃避远景，其中包括1979年离开该国的比克家族律师 Sean Chetty。海格会见了黑人意识运动的领导人史蒂夫·比克 （Steve Biko）。不久后，后者被宣布为种族隔离时代旨在孤立政府反对派的法律被禁止的人。为了协助被禁的报纸编辑唐纳德·伍兹逃离南非，在伦敦自我流放，海格前往莱索托与伍兹会面，当时伍兹伪装成牧师越过边境。1977年，海格还陪同伍兹前往约翰尼斯堡机场，但与伍兹不同，他没有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伍兹成为被禁人士。海格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亨德森 （Christina Henderson） 说，他的哥哥致力于弱者和他认为受压迫的人。俄罗斯记者拒绝联合国访问签证后，莫斯科抨击美国。南华早报，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批评美国未能向俄罗斯记者发放签证，陪同他前往联合国总部，并承诺他的国家不会忘记、不会原谅这一点。美国国务院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辩护，称他经常向俄罗斯人发放联合国活动的签证。这一最新事件发生在俄罗斯最近担任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主席之后，尽管发生了乌克兰冲突。亚瑟拜然封锁亚美尼亚陆路后，紧张局势加剧。半岛电视台，亚瑟拜然在通往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唯一陆路上设立了一个检查站。外交部表示，亚美尼亚利用这条道路运输武器，
但亚美尼亚称该检查站严重违反2020年停火协定。美国政府还批评亚塞拜然的决定，称它破坏了该地区和平的努力。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国际公认的亚塞拜然的一部分，但其12万居民主要是亚美尼亚人。该地区在1990年带出脱离巴库。秘鲁前总统回国面临腐败指控。多伦多星报2001年至2006年担任秘鲁前总统的亚历杭德罗·托莱多 Alejandro Toledo 已被从美国引渡，面临涉嫌因奥德布雷希特腐败丑闻而收受数百万美元贿赂的指控。他在反对引渡的法律斗争中失败了。这场斗争始于2019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后。托莱多否认收到巴西建筑公司 Odebrecht 涉嫌的2000万美元贿赂，该公司承认贿赂官员已赢得拉丁美洲的合同。在接受调查期间，他将在秘鲁服至少18个月的预防性拘留。几乎所有在世的秘鲁前总统现在都因奥德布雷希特丑闻而受到审判或调查，包括奥兰塔、乌马拉、佩德罗、巴伯罗、库钦斯基和已故的艾伦·加西亚。G7 希望延长、全面实施和扩大黑海粮食协定。南华早报七国集团 G7 呼吁扩大、全面实施和延长该协定。该协定允许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谷物，尽管俄罗斯反对。该协定于去年7月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促进了乌克兰黑海多个港口超过2700万吨粮食的出口。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表示，由于担心粮食和化肥出口，他不愿允许该协议延续到5月18日之后。谢谢收看外交简报。